我是张张，我在《吃了他》剧中扮演的是周静安一角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百川，在《炽热的他》中扮演的是李星瑶一角。请用一句话介绍你们自己的角色。我觉得李星瑶是一个敏感多疑的人，但是她其实内心是很强大的，她有很多的一些，比如说音乐一直在支撑着她的一个内心的，这是她的内核，所以她在最后面也会通过音乐来治愈自己。觉得周静安这个角色是一个，我个人只说我最在意的一个点，就是他比较有勇气。我觉得，虽然整个剧过程当中都是他在不断的发现自己，去接受自己，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。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，他能够认清这一切，包括对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他跟他的发小从小离别，长大之后又相遇，有很多事情想跟他说，结果感情、事业都冲击的情况之下，他能够在从中把每个事情都慢慢拨开，真正去接收自己。我觉得他是很有勇气的一个人。对，但是这是个小作文了，不是一句话。对于李星瑶和周静安来说，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他童年对那个邻居家的弟弟是真的非常喜欢，就你很在意一个人，你跟他有过一段很美好的那个记忆，突然之间结尾就莫名其妙的收掉了，你会觉得心里就空一块儿，然后这个慢慢就会变成一个内心当中的一个疤。随着我慢慢成长，等周静安事业有成，你看我后面不是还在那个写信吗？写时光胶囊，我一直在写，一直都在想这个事情。其实那个写信，我觉得就是在抚慰那个疤，就是我不知道他到哪去了。找到一个对这个寄托，对这个情感对于周静安来说是很重要的。唯独差的就是我当年跟我一块有同一个梦想，我们聊得非常好，那个人突然就不见了，草草收场，我会很难过。我觉得对于周静安来说，他就是一个还是很需要感情寄托的人。我对于李星瑶，我觉得她最重要的东西可能就是爱情。爱情，对，怎么说？因为他的亲情都没有了嘛，然后他就是包括在剧里，他很多地方他是需要爱情来带他慢慢的走出很多阴霾的。你知道那是爱情吗？我觉得他是知道的。什么时候？知道的。他什么时候？因为他一直其实他在做很多事情，他是认清楚了自己的内心，只是对方没有一直说出自己的内心，所以他也在试探吧。但他的行为上面，他其实他知道你也没试探啊，你挺直球的，我发现。我发现那个李星瑶非常直球啊，就是表现得很直接，就是我好像那个周静安没怎么关心到他，或者没 get 到他的点，他就难受，我不高兴了，真是完全不替周静安考虑。哪里有？你说你有没有考虑过周静安是一个直男？至少他最开始是这么认为的。但是你要想一下，他就是太自私了。所谓的直男，然后就是啥都干了，然后说自己是直男。不是啊，在那之前我不知道啊，在那之前不知道，我把你当好兄弟的。OK， 不重那个很重要，反正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，我觉得是这样的哈。分别用一个词来形容对方。我觉得李星瑶，我现在想比较纯粹，就是我很欣赏她这种纯粹的去挑战这个社会的规则，对，纯粹的热爱音乐，纯粹的去喜欢周静安。我对于周静安的感觉，我觉得是一个霸道。对，不管很多事情，比如说他在公共场合为李星瑶解围也好，包括在这段感情里，我也觉得是霸道的一方，因为他就是很多时候虽然说到最后去认清了自己，但是之前其实他一直在逃避，一直在怎么样，他其实对于这个感情来说，我觉得他是霸道的，是有一点，我大概是这样觉得，是有一点，我能理解。你认为对方角色的最大缺点是什么呢？缺点我我觉得哎呦，我真是，我觉得就是最大的缺点呢，怎么不早点说呀？就是这个是他的缺点。什么不早点说？就是很多他的一些感情非要互相折磨，后面最后再认清自己，其实就是可以早点圆满啊。那你这话，那我就要返回给你了。你说，
李欣瑶同学，我就觉得很好奇了，就是你跟那位你的舍友为什么，就是你把我气了之后，还故意从我这车门下来，然后去找他，在我面前这么看一下，留下一个我握紧方向盘生气的镜头给我，就是 why？ 那你这意思是什么？你不是缺点你吗？没有，就是你在就是那边气。对啊，你在那边假装不认识啊，假装不认识。而且他是我室友，我肯定得跟他见面了。人家下来接我，我肯定得回家。啊，对呀，还带了很多吃的给我。我不会吗？我让你坐我车了，车里我家也带你可以带你去，怎么样都可以。你至少有个这个轻重缓急，你要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好吗？你上来抨击一下，就我啥也不知道，你就给我一头闷锤，他自己心里有很多小九九，我压根都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我天天忙这么多事儿，我烦得要死。我那天见到他，我出去抽烟，我闷得慌，然后他搁那难受了，然后我说，哎，你的声音很干净啊，我哪见过你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我们聊聊吧，怎么回事啊？对啊，你就说哪见过，那就证明你忘记了，还在思考在是什么。而我第一眼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是他。说，继续说。那咋了嘛？那咋了？那是不是就是你也要给我一点空间？你气我干什么？因为那就是在我心里你是最重要的。我跟你说，根本就不是。你胡扯！我跟你说白了，就是感情它是不能去试探，你知道吗？你就跟玻璃一样，你一砸它，它是钢化，它也是脆的，你去砸它看，你非得试我，那我就必须得弄它。弄谁？你舍友呗。那你也没怎么弄他呀？啊，最后就变成我不太好弄他。不是，我是觉得有话就说，我一直觉得是这样的人。我觉得周金安这一点跟我还是就是，我有话不说，是因为我真的是爆炸，我有点懵了，你知道吗？哪有？你看一开始的时候，就是你都没有说你是不是李欣瑶，你就是在那边说你的声音很干净，好像小的时候听过，就是很模棱两可的答案。那我不知道啊。你看，在我心里，我一直在确认。从我在门口那个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我说你到底谁？哎，我谁呀？是，哎，不会真是他吧？然后我不断的判断，你不跟我说蒙面歌手是你，还是我自己去看的？我还老关注你，我还给你发那么多消息。哎，我也给他发了很多消息，我一直给你发消息，你从来不回我。开篇第一章节第一个镜头就是我给你发消息，你不回。那是因为你在现场就是假装不认识我，那我干嘛要回你？你看你，那你到底缺不缺点我？请问就是嘛？没事，反正最后有你了就行了。我是觉得这个过程就是说有点就是让我就是这没办法，所以是必要的经历对于周金人来说，你知道吧？你心里觉得他应该这样就完美，你像给我出了一道考题，然后我非得按你那个答案走吗？对吧？我知道你非常缺我，但是我也很缺你，但是怎么个缺法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知道吗？我不能完全按照你的节奏走，我不走错一步你就让我吃醋，走错一步让我吃醋，走错一步让我吃醋。那谁让你爱吃醋啊？你爱吃醋不爱吃，不爱吃，就是反正去了也不爱吃，反正，这太酸了，我的妈！他的缺点就是总结下来这句话，就是有话直说，别那弯弯绕绕的，知道吧？对，就反驳他刚才说那句话。一句话形容你们之间的关系：是对象，然后又是朋友。是我想说这个，对，是最亲密的家人，然后又是合作伙伴，我觉得这样子的关系才比较完善吧。就因为我跟他经历了那么多，然后我们发现，哎，我们工作上也能搭上，哎，我们感情上也能搭上，这个我们有童年共同的经历，对吧？这个亲情，这个情谊在这儿也搭上了。我们生活当中取长补短，有些时候我的一些不知道怎么处理啊，哎，你会来安慰我；有些时候你很害怕，我会去保护你。我觉得一个好的感情就是多种关系。我觉得就是反复拉扯又极致暧昧。对方私下和角色的反差大吗？举个例子。我觉得还好，不叫反差，有部分相似的地方。我觉得他也很纯粹的喜欢音乐。许川他是自己学吉他嘛，学了9年，对吧？也不是说学了9年，9年，就是从开始弹到现在有9年。对，就是他就是一开头就是听到别人听了一个音乐，我想学，至少他这么跟我说的啊。他是不是心里有小九九不到？他说他就喜欢这个吉他，然后就开始学了，非常纯粹的喜欢弹唱歌，
平时我们在剧组，包括现在啊，我们拍摄啊怎么样的，没事他自己就喜欢搁那哼哼哼开始唱歌了，就开始哼唱。就他真的确实很喜欢音乐，我觉得他在这部剧里面可能爱哭的地方啊不太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他不太爱哭。但是这个李星瑶的角色就是因为有很多心理创伤，所以说经常要哭，很难过，这是他一种表达方式。那他的表达难受的方式，他就从来他说他没有哭过，他就很难受。我看现场他哭得也很累，基本每一天都要哭很多次。百川也不是受过专业这个表演训练出来的，经常要去调动真情实感啊，技巧很少，他也辛苦。然后每次拍完就最后拍完之后，他就经常会说：“哎呀，这又哭啊，他又哭。”哎，一直这样。我说李星瑶，你真是个爱哭啊！对。哪场戏让你们有种成长了的感觉？我觉得当时拍晚上喝酒那戏挺成长啊。要展开讲吗？那个也可以不展开讲了，就是自然会逐帧去观看的。